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老李头测评。这次为大家带来的又是 Hot Toys 公司前一段时间出货的这一款作品。说实话，这一个真的是出货的周期非常慢，第一批次、第二批次，到现在为止连旗舰店跟小程序的都还没有发完，这你受得了吗？这货量到底有多少？还是产能不足？这些我们先不说，今天我们主要就是来把玩一下这一款月光骑士 2.0 吧，也可以说是战神版，然后外加一个直发版。OK， 话不多说，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这个主体虽然说我现在手上没有 1.0 的那个版本做对比，但是据我回忆包括我看之前我自己的测评，然后上手把玩的这个体验，肉眼的这个感官，我个人的感觉它就是老的那一个，然后重新涂了，跟战神呢，其他的没有太大的区别吧，只能这样说。首先整个主体版型方面也是过关的，螃蟹手的话呢，确实还是稍微有一点点。那整体的战神跟污渍涂装会更加的多一点点。披风的话呢，也是这次只有一个造型披风，没有配到说给你的垂感再给一个造型的只有一个。头灯方面的话呢，依然拔掉头雕以后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对不对？发光的一个装置，加电池，这里点开1.0 也是如此。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头盔头吧，面罩头我们来近距离来看一下首先这个面罩头上面呢也会有一些污渍然后下方所有的一些材料都是一个软胶，这一块要稍微当心点，因为比较薄不要给它拉断，到时候自己再想粘上去的话会很麻烦。整体的样子实际上是不错的，象征度也挺高。对于这一款战衣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是没什么毛病的，只是说没有用过多的新东西在上面，对吧？好，然后我们镜头拉近来看一下整个的上半身的一个感觉。首先我个人觉得头雕这个部分跟脖子这里的话这个颜色吧，我只觉得有一点点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说不上来的一种感觉然后到了一个胸部的一个质感，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它上面都是一个软胶没有给到你真实的一个绑带，但是不管是中近距离看还是远一点看，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感觉确实是像用真的这种布条去绑的。包括内细节这些月亮上面的这些细节也是被糊，这一点也是没什么问题的。我印象当中 1.0 的话呢也是没什么问题，确实也是不错的。当时 1.0 价格后期还炒了一点点，对吧？然后我们来往上看一下它的肩甲部分。肩甲部分的话呢，这一次非常硬，里面也是有魔术贴的一个材料，但是因为这里绑得太紧了，实际上你是很难取下来的。整个胶衣很厚，还是不错的，但是可动方面的话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内部这里绑的就是咱们的披风。再看一下腰部软胶，这胶衣里面我看一下，素体里面应该是没有什么填充物的都是比较硬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小臂甲，小臂甲上面的话也是污渍比较多我看一下这边的一个造型，它是整体的贴合上去的，所以不会硌到手我一开始以为它是尖出来的。手型来看一下出厂的一个握拳手，跟小手臂这里没什么色差，还行。好，再往下腰部这两块的话就是真实的布料了，包括腰封这里会有一些的可动吧，可能稍微调整一下，但是这两块是没有造型铁丝的没办法去看的。背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块小屁帘有一些弹性
啊，但是也不要硬拽啊，容易拽坏。然后看一下背部，整体的这个背上，哎，效果也还是呈现的不错，包括这些缝线都没什么问题。好，然后我们看一下腋下这一块啊，因为很多这种胶衣啊，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就是腋下会不会有这个损坏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问题不大，因为它的这一款啊都是比较厚啊，非常厚，所以没什么问题。缝线里走的也不错，毕竟有 1.0 的这个打样，对吧？好，然后我们镜头继续往下来看一下它的腿部。腿部的细节啊，我个人觉得腿部的细节的话呢，稍微干净了一点啊。相较于上半身的话，腿部这一块，大腿这里的话，相较于上方略干净了一点。你可以看到它的膝盖，包括鞋子，污渍涂装都比较多啊。但是这些细节的话呢，还是比较干净啊，包括前方这里。来看一下背部。一样，鞋子跟靴子分体的也可以自己去拔下来，拔起来还是非常丝滑的，不像球形关节的话呢，很容易卡在里面啊。它这个哎，直接给它拔下来还是很方便。鞋面的处理，也就这样，还可以。好，然后我们拉远距离来看一下它这个披风。反正这一次呢，重点大家也知道啊，不是这个主体，主要是直发头，所以我们迅速的来看过整个披风。这个布料还是那么厚，大是非常大啊，上面也会有一些些的这个零零散散的这个污渍涂装。造型铁丝给到了4根，看一下正面啊，感觉说造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可以，下方的话都有一些裁剪。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基础可动啊，这一款可动相对来说都懂了，胸腰部分比较差。好，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头部左右幅度实际上很小，我们可以看到幅度确实不大，对吧？抬头有一点，但是抬起来了以后，很明显啊，脖子这里的这个内部关节就会露出来了，因为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做了一个包胶吧。我们来镜头往上看一下，会非常明显，对吧？特别在灯光下，它直接是用了一个塑料的塑体呈现的啊，所以抬头的时候要当心。低头幅度一般，左右侧头都有，追求争取吧。然后看一下这个手部的可动，抬举就这样的一个位置，基本上就回弹了。往前90度吧，90度差不多没什么问题。手肘部分它的表现还是可以的，往后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角度，大臂也有一个旋转的空间啊，手臂也有前倾，这是比较紧啊。然后胸腰可动，看一下啊，因为这一块啊它很硬，可以看到顶下去不容易，所以实际上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可动，差不多吧，有一点点啊，往后啊也基本上没有，而且它这个可以里面这个缝线容易掉出来一个线头，左右几乎是没有，侧腰，哎呦，也几乎没有。好，然后看一下腿部可动，首先劈叉太硬了啊，只能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前踢，哎，前踢倒还不错，而且挺丝滑的，没有特别的绷紧，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角度是可以的。后踢，然后看一下屈膝，啊，里面是一个齿轮关节，这样的一个位置。大腿有旋转，鞋子左右前后，哎呦，这后就很容易掉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买的这一款都是这个样子啊，反正这个确实比较松了。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就差不多这样的。我个人觉得啊，跟 1.0 的区别确实不大，而且有的玩家就是喜欢比较干净的，所以说这个战神还是非战神，就看你自己的选择。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跟配件，特别是那颗直发真人头。好的，兄弟们，外包装咱们也来看一下啊，也是非常熟悉。现在 HT 的这个直发头雕的包装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比较厚啊，然后是2层。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胶发的话，它会薄很多，这个是唯一的区别。其他的这个包装的样子几乎是一模一样。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整个风格我觉得跟 1.0 的样子差的不是特别多啊。当中这一个正定死的，还有一名旋转，没办法。下方会有咱们月光骑士的一个半身像，还是非常帅的。然后上面这里特别版标志就是直发的，如果是普通版就是没有。侧面也可以看到月骑胸部的一个 logo， 还是非常帅啊。然后我们来抽开瞧一瞧，打开包装了以后，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帅的一个 pose 造型，很有感觉。侧面也有一些细节的刻画，背部这个应该是线稿的一个乐器的样子啊。好，抽开来看一下，非常眼熟的一个包装吧。这一面就是咱们的主体啊，左边就是直发头雕，这个头雕我个人还是非常期待的。然后我们来拆开看一下，也是2个封条。来，首先看一下直发头的一个包装，咱们起码得稍微检查一下有没有中奖。好，这就是直发头，还不错啊。之后我们再详细看一下，现在只是初步检查。好的，还来搜开这里看一下主体，很烦啊。配件也是不多啊，我感觉这些配件跟 1.0 没什么区别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就是 1.0 的这个分析啊，然后重新做了一下涂装。里面还有地台在最后面，造型提升在后面绑着。好了，主体方面的话呢，咱们就看一下这个样子。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配件、手型、地台，看看跟 1.0 到底有什么区别。好了，配件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说明书啊，这配件没多少，说明书还挺厚啊。反面又是一个造型，展开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眼睛这个发光结构，头雕的这个插拔方式要旋转，不要直接拔头雕替换比较麻烦啊，需要把这个脖子整个拆下来。可动眼的调节依然是 HT 的老样子，后脑勺一小块的头发拔下来，仔细的，这确实比较麻烦啊。然后就是整个可动，到反面披风的这个造型胸部这里可以直接打开去把这个披风卸下来手型的对应，经典时尚小地台最后一些注意事项了都要当心。好，说明书就这么多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配件了。首先当然是最关注的就是这颗我把灯光稍微打前面一点看得比较清晰就是这一颗直发头。怎么说呢，这个面雕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就是眼睛传统 HT 的这个直发头的这个问题，也不是直发头吧，很多胶发头也有这一个情况，就是眼睛有一点点镜头里面跟我肉眼看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我肉眼看的话，这个眼睛会更大一点。我们镜头拉近，来看一下，是不是整个眼睛
还是有一点点大。其他的我觉得侧面对不对？特别这个角度非常非常像，相当还原啊。就是整个平视的话，感觉有一点点奇怪。角度限定啊，难道要这样说吗？好，然后最让人诟病的发际线啊，首先我已经在这个近距离，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啊？我把这个头条稍微往上抬一下，咱们镜头往下，这样好看一点啊。好，来，现在这个灯光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发缝？来，这里看到吗？这一条非常非常明显，还好它不是整条切啊，直接到整边都是，它只是额头顶上有一根，主要就是这玩意儿啊，你就算离得远一点也看得见啊，这我也是比较奇怪的。那 HT 这么久的这个植发工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后期的货会不会有所改善吧？因为现在只出了2批啊，后面还有挺多的，希望后面能好一点。但是对于之前或者是最早出货的玩家来说，真的是有一点点难受了。来，我们来站一下，整个植发实际上是不错的，包括一个厚薄度，包括一个还原度啊，这个卷发都是做的非常到位，我个人觉得是可以的。就是这个发际线的问题啊，植发是没毛病的啊，耳朵刻画，整个的眉形、嘴型啊、鼻子都没问题，脖子也可以啊。整个头条我就总结了2个问题，常规的啊 HT 的老问题呢，一个是发际线，植发的发际线，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眼睛啊，调一下眼睛的角度，或者是稍微斜一点看，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我们来拿下来，旋转一下啊，底座旋转，再拔，哎，这样就拿出来了。然后我们把镜头再拉远一点，我们换上主体来看一下，好吧？放得远一点实际上还行，或者灯光啊往下打一点点，让他的眼睛有一点阴影的话，会看上去舒服很多，因为可以让他的眼睛感觉上变小一点点啊。然后咱们来把这脖子给拿下来，这脖子说实话反人类也是，你要拿下来的话，需要把这一个跟这一个全都取下来，但是你拔的时候啊，只能这样拔下来，这真的无法形容啊，只能分开拔。这一个的话用常规的，我看看行不行啊？因为之前铁人的这个脖子很多都是这样，往前掰，看看能不能掰得下来，掰得下来就掰，掰不下来就崩溃了啊！这一点真的是 HT 明明有很成熟的工艺啊，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搞一些小问题出来。说实话，这个真的太难拔了啊！我们稍后再试吧，太浪费时间了，我的天哪！这一个，而且啊，前方这一块比较薄，你往前推是根本没办法推的，会只压到前面这个胶衣，往后呢也掰不下来。但是你要用手去拿的话呢，它没有一个着力点，那这就非常麻烦了，好吧？我们稍后再录。然后接下来看一下其他的配件，反正也比较少啊，我们粗略的来略过。来，首先手型啊，一对握持手啊，上面也是有这个污渍涂装啊，你觉得太阳灯没毛病，一对对吧？再换下一对，也是一个握持手，手型确实给的很多啊，2对。接下来就全是造型手了，3对。手型刻画没毛病，最后一对啊，也是一个造型手啊。然后就是一些武器配件啊，跟之前的没什么区别。来，我们拿一个大的来做一下对比，来看一下近距离这个细节啊，就感觉啊是上面稍微点了一点污渍涂装，因为我忘记了 1.0 上面有没有污渍涂装了，我印象当中好像是没有的。大的给了2个。啊，开模非常尖锐，把玩的时候要当心，2个大的，然后中型尺寸，看一下中型尺寸给了3个啊，好，然后小尺寸
也是这3个下面都是会有一些涂装。常规的3节电池安装在发光头上的。最后就是经典时尚小地台，都直发了，哎呀，都限量了，怎么不能给个稍微好一点的地台吗？这个地台又轻，对不对？夹腰支架夹上去了以后很容易晃，这种地台，我觉得就很多玩家都不会拿出来了，就自己去闲鱼或者是其他地方去专门定制点别的，或者换场景地台会比较好一点。OK， 咱们配件也都说完了，接下来我下一段把头雕装上去，看一下整体的感觉怎么样。好的，朋友们，真人头就这样插上去了，但是感官上也确实不大好，我感觉脖子为什么这么短？因为之前很多的 HT 的这个直发头它都有2段式的拉伸，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但是这一个好像是没有。我尝试了一下，就直接拔出来了。它这个就穿上战衣以后，就感觉像没脖子一样。当然会打理的兄弟是可以，对吧？再调整一下的。但如果说你是魔玩小白，或者是玩的不多的，对不对？你插上去了以后，会不会感觉特别奇怪？很难受没脖子，侧面也是勒得太紧。而且这一个因为是胶衣，不是布衣。布衣的话呢，你还可以往里面缩一缩。这个胶衣的话，你往下拽吧，它还是会往上回弹，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个人感觉还是这一颗直发头，如果是搭配一个你自己去搞来的素体的话，或者常服、西装，或者这样会挺帅的。穿上这个战衣的话呢，只能说你稍微打理一下的话，应该还能看。如果你直接这样插上去，确实有点奇怪。整体感觉让我还是有一些失望的吧，这款作品。因为我最早预定的时候，我对这一次的这个直发乐旗期待值可能拉得太高了因为最早的官图开定图很帅，确实让我非常惊艳特别是这个脸而且 1.0 的那个版本本来就没有真人头，这一次还补齐了，而且还是直发的。只可惜还是要感叹一下不知道后面大货或者是代理的一些版本究竟会不会对这个发际线有什么优化，这就说不准了，要等后期大家到货了以后才知道了。好了，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差不多这一集是吧？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还不妨在视频的最后来个一键3连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好了，本期月光骑士直发版咱们就把玩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